流云般的长发美女正为利落短发的伴侣精心化妆，旁观者无不以为她们是亲如姐妹。然而真相远比表面复杂，她们是携手多年的伴侣。仅仅几周之前，短发伴侣还是硬朗的男子身份，阿森在贸易公司勤勉工作，而小苑致力于文学创作，是位全职作家。二人的生活简单而又充满幸福。阿森与同事雪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午休时常一同外出用餐，多年的协作让他们配合无间，他们的默契在行动和眼神中显而易见。他们是彼此最好的友人。小苑的创作生活却略显坎坷，距离他最后一次出版已经有1年，出版社的编辑上门提出忠告，暗示婚姻改变了他，建议他在创作瓶颈时考虑扩充家庭，认为孩子可能带来新的创作灵感。小苑内心挣扎不已，他担心养育孩子会与写作产生冲突，因此迟迟无法做出决定。下班后的阿森头痛难忍，急忙前往药房寻求止疼药的慰藉。结账时，他不慎将身份证误当作会员卡出示，收银员虽匆匆一瞥，却似乎缺乏耐心，态度冷淡。阿森心中暗自咕哝，面对如此可爱的收银员感到遗憾。抵家时，小苑已备好晚餐，阿森勉强吃了几口，头痛又起。正当他想要服药时，突然昏厥，倒地不醒。紧急送医后，医生立即展开抢救。手术后，医生的沉默预示着严峻的可能。这种情况下，哪位家属能保持镇定？小苑心如刀绞，悔不当初未能更珍惜彼此。但紧接着，情况戏剧性转变，病房中竟走出了一位头缠绷带的美女。她踉跄走向小苑，小苑被震惊击倒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自己的伴侣怎会变作女性的模样？旁观者的反应同样充满震惊。阿森突然察觉事态不妥，他发现自己彻底变成了女性。原本健康的男性因头疼而昏厥，不解如何突然变更了性别。医生提供了专业的诊断：性别转换。阿森具有罕见的性别转换体质，通俗解释即女性变为男性，反之亦然。这一现象虽在世界范围内有记录，但属极少数情况，目前尚无确切的治愈方法。在本国，一位著名歌手也经历了这种变化，他从女性转变为了彻底的男性。阿森暂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30年的男性身份突然转为女性，这对任何男性都是巨大的打击。医生对阿森进行了全面的健康检查，身体并无其他大碍，心理适应则需他自行调节。医生给了他一份性别转换证明，与身份证一并使用，可以证实他的原身份。根据以往性别转换患者的情况，他们通常是在濒临死亡后复苏时发生转变。医生嘱咐夫妇俩保守这个秘密，以免引起那些本已有变性愿望者的极端行为。阿森回到家，首要的事是沐浴。面对全然陌生的身体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然而换个角度思考，尽管变为女性，至少生命得以保全。小苑的适应能力也颇为强大，迅速接受了丈夫变为妻子的现实。首先需要测量胸围，购买合适的内衣是外出的必要条件。阿森心情沉重，如此身体如何有勇气踏出家门？但不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，无法维持生活。幸运的是，公司展现了极大的人文关怀，表示愿意理解，随时欢迎他准备好后返工。为了帮助阿森适应新的身份，小苑准备了一份清单，列出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在这个领域，自己明显是资深的。两人的关系从夫妻升级为共同面对困难的挚友。不仅小苑适应得很好，阿森的家人对他新的模样也赞不绝口。母亲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女儿，没想到在他年老时，儿子变成了女儿，他的愿望意外成真了。家人离开后，阿森也开始准备复工。小苑将自己的衣物和鞋子借给他使用。巧合的是，他们的尺码出奇的一致，手变小了。婚戒戴不住该怎么办？将戒指挂在项链上，完美的解决了问题。出门前，小苑帮他涂上唇蜜。阿森觉得自己过分依赖小苑，心感愧疚，但小苑却觉得多了个妹妹很新鲜有趣。重返公司，迟疑的阿森不敢走进办公室，不知如何面对上司和同事，但他完全多虑了。除了对他的新模样有些许好奇之外，同事们并没有异样的视线。和雪萍出外跑业务时，意外遭遇骚扰，雪萍立刻出手相助。餐厅里冷气太强，雪萍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为他披上。这种被照顾的体验让阿森感到不寻常。离开居酒屋时，雪萍注意到阿森头发上有异物，轻手轻脚帮他取下。这个举动让阿森心跳加速。以前作为男性时，他做这种动作毫无异样，但现在内心却有了不同的感觉。是否连心理也随着身体的变化而改变？突然肚子一阵绞痛，他急忙跑到药店借用厕所，没想到竟然是来了月经。阿森陷入崩溃。尽管他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身体，但用女性的视角去看待雪萍令他局促不安。为何内心也逐渐变得女性化？他开始怀疑这副身体是否还能变回原样。收银员注意到他在厕所里待了很久没出来，估摸着情况，他递来卫生巾，帮阿森摆脱尴尬。那份冷淡已不复存在。结账时，小妹似乎察觉了阿森的变化，提醒他如果经痛，可以服用先前购买的止痛药。带着卫生巾回家的阿森心绪难平。根据医生的话，未来可能重返男性身份，但心理上的女性特质已萌生，是否还能回到从前呢？为了证实自己仍旧是个彻头彻尾的男性，
阿森带着决绝返回家中，径直向小院表明意图。小院立刻将他推开，这才使阿森平静了下来。夫妻俩的变化让双方都感到难过。第二天，阿森向小院道歉。小院发现他包里的卫生巾，立马明白了一切。这几天的易怒很可能与此有关。听他这样说，阿森半懂半不懂，推测心理变化可能与生理周期相关。然而，医院中见到的肌肉男让他重新审视现实。经检查，阿森的大脑并无异常。他询问医生是否有恢复的可能，医生确认有成功恢复的案例，但无人愿透露具体过程，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衷。阿森犹豫之后决定，如果必要，不惜手术恢复原本的男性身份。医生告诫他不要冲动，鉴于他的异性化体质，即便手术也可能会再次变化。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解决方案。小院在网上搜寻异性化的心理影响，看到一位知名歌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他从女性变为男性，尽管自我认知未变，但他人异样的目光令他苦恼，甚至产生了绝望的念头。小院看后深感担忧，不禁为丈夫担心他可能会放弃，但她的担忧似乎有些多余。阿森与朋友共餐，朋友表示羡慕他的经历，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体验2种性别，享受不同的人生乐趣，这难道不是人生的额外赠礼吗？虽然知道这是安慰之词，阿森的心情仍然明朗了许多。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就要好好享受现在的每一刻。次晨洗脸时，阿森注意到额头上的痘痘，不确定如何处理才好。小院以他丰富的经验让他放心，解释说这是生理期内分泌不稳所致，稍加化妆即可掩盖。阿森听从妻子的建议，化妆后容光焕发，连自己都为之倾倒。妆容完美后，再匹配合适的服装，这次选择了极具女性魅力的优雅连衣裙。公司里搬东西失手够不着，雪萍立即前来援手，转眼却发现是阿森，让他大吃一惊。阿森故作俏皮，试图逗乐挚友，本以为能引出一番笑声，却没想到雪萍显得非常尴尬，赶紧找借口离开。而小院在家整理衣橱，看到阿森的夹克，回忆起他们初次相遇的情景。那时他正穿着这件夹克，迷人的笑容让小院一见倾心。谁知他也同样吸引了阿森，将价值6000的宝石仅卖给他500。小院主动要求交换联系方式，爱情就这样不声不响的萌生。小院沉浸在往昔时，突接到娘家来电，母亲得知女婿变性的消息，建议小院立刻离婚，不要耽误自己的未来。小院坚决不从，但翻看过去甜蜜的合影，内心依旧忧虑不已，是否意味着将一直做同性伴侣？看着丈夫似乎正逐步适应身为女性的生活，小院试探性的询问是否他已不愿变回从前。阿森迅速反驳，虽适应新身份，仍旧向往原本的自己。他嘴上这么说，然而心底的感受却难以驾驭。夜晚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，思绪中浮现健硕男士以及雪萍的轮廓，这情况颇为棘手。他不停地自我提醒，雪萍是值得尊敬的前辈，即使身份变化，不应产生非分之想。现实却常与内心相悖，尽管他们仍共进午餐，但相处的氛围已然改变。阿森将注意力集中于工作，避免杂念纷扰，却未料到麻烦主动上门。部门领导意外地指派他们同行出差。回家后，阿森寻找迷人的服装，展现出小女人的风情。小院察觉到她的这些变化，不禁自问，如果丈夫的男性特质消逝，她是否能如初般爱他？阿森未察觉妻子的心思，次日清晨便忙于打理妆容，化妆技艺尚显生疏，还需小院天手为她绘制一副完美妆容。阿森还特意喷上香水，尽显女性魅力。出门前，小院提点腮红过于艳丽，衣襟扣得不宜过松。然而关切之语在阿森耳中却变成了无谓的唠叨，这令小院感到些许难过，却更为他们的婚姻前景忧心。他请求编辑帮助联系性别异变者，发送邮件咨询恢复原性别的可能。邮件发出后，他静待回音。发完邮件后，小院给丈夫发去关心的信息。此刻，阿森正忙于照顾喝醉的雪萍，无暇查看手机信息。客户一别，阿森陪着雪萍回到酒店房间。雪萍躺在床上忽而清醒，她的目光柔和地凝视着阿森，氛围一时温馨融洽。小院接到了回信，性别转换涉及隐私保密，老公微信不回，绝不能泄露于人。小院心中忐忑不安，果不其然，出事端倪已显。次日清晨，雪萍醒来未见阿森踪影，误以为他已回自房。一番风波之后，昔日佳人竟恢复男身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性别逆转的秘密竟是情欲交缠，难怪那些异性人难以启齿，对于有伴侣者无疑是背信弃义。小院担心丈夫彻夜未眠，忽闻门外响动，出差归来，梦寐以求的丈夫意外现身。小院好奇他如何变回原状，是否有什么非同寻常之事发生。阿森含糊其辞，只说醒来一切如旧，原因不明，推测可能与饮酒有关。二人心中各自有着未解之忧。小院向阿森道歉，坦诚自己忙于写作，担心影响创作而持续避孕。阿森的变化让他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免去了育儿之忧。然而这对阿森显然不公，沉默是因害怕争执。阿森洞悉小院并非不愿育儿，只是忧虑分心。他也觉察到自己的责任，早该让小院明白，怀孕并非他一人之责，自己愿分担，家庭琐事亦能一肩挑，无需担忧。
小院此刻方悟过度担心，早该坦白。阿森满怀期待，渴望添丁增口，本欲复医复诊。途中阿森恍然大悟，若医生问及恢复缘由，小院将难以启齿。阿森编造了一个巧妙的理由，巧妙地将小院打发走，孤身一人。他前往了医院的深处，在一番全面的医学检查后，结果显示他的身体状况并无大碍。面临询问自己如何恢复原状，阿森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开启这一话题。出乎意料，医生竟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真相。医生轻描淡写，却意外地击中了真理的核心。关于这一点，也有风声说性行为可能是转变的关键，但这样的传闻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的证实，因为这涉及了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，这行为无疑等同于背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，将这样的秘密坦白给妻子，确实是难以启齿的事情。阿森特意安排了与一位好友的见面，短短几日前，他还拥有女性的身份，而现在他又完全恢复成了一个纯粹的男性。对于他身份转变的原因，好友显得非常好奇。他的好友呈现出一副旁观者的兴奋模样，不解地问他是否真的与公司的前辈发生了什么。面对好友的疑惑，阿森显得十分不理解。尽管已经重新成为了男性，内心却依旧充满了沉重与忧愁。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即将到来的生育问题上。性行为成了他异性化转变回来的契机。一旦与妻子建立了亲密关系，如果再次变回女性，他将如何是好？面对这一局面，他的好友只能表示无能为力，因为自己没有类似的经历，不敢轻易给出建议。如果身边真的有一个有着相似经验的朋友就好了。阿森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回到了公司，同事们的反应各异，毫无一致性。有位男性同事评价说，那个女性化的阿森似乎更加招人喜爱。本来不提还好，一旦提及，阿森在面对雪萍时的目光就变得异常不自在。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去找雪萍，并把之前购衣服的钱交给了他。阿森刚刚打算开口讨论那晚的事情，雪萍却迅速打断了他的话，坚决要求他以后再也不要提起。他担心一旦这事传开，在公司的形象和地位将不复存在。越想越觉得不妥的阿森，感觉仿佛自己被抛弃了。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，几乎因为习惯而走进了女厕所。幸运的是，一位女同事及时提醒了他，这才避免了一个可能的误会。雪萍拿出家人的照片，试图平复自己的心绪。然而一提及阿森，目光不由自主地飘过去，无奈之下只得选择故意躲避。看着雪萍刻意疏远的态度，阿森感到内心不是滋味。下班后，他又去了药妆店采购，店里的收银员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对他前后变化感到震惊不已。回家后，阿森将注意力转移到妻子身上，跟她一起烹饪，享受亲密的晚餐时光。小院趁机提出，今晚似乎是尝试亲密的良辰美景。然而临到关键时刻，阿森却感到恐慌，担心自己会再次变成女人，于是他以身体不适应为由推脱。小院对此显得无奈，知道不能强求。第二天，公司的女同事围在一起八卦，询问阿森在女性时期是否对男性有过情感。阿森尴尬地回避，不敢说出实情，毕竟不能坦言自己曾对雪萍动心。恰巧雪萍来接水，两人难免尴尬的对视。阿森连忙找借口逃离现场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药妆店的收银员突然跑来寻求帮助，声称有人跟踪他，请求阿森假扮男友将他送回家。阿森本想拒绝，但收银员坚持不让，他紧紧拉着阿森，直到家门口才同意放手，坚持要他陪同进屋，以免跟踪者怀疑进入一个陌生女孩的家本就让人感到不妥。但既然来到了，阿森只好随他进去。他环视了一下这个女孩子的家，混乱的就像一间猪圈。阿森想要离开，却发现自己根本走不掉，最终还是被安排坐在了床上。良家妇女的行为准则似乎与此不符。小妹提出想向阿森展示某物，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。他在思考是该反抗还是顺从。正当阿森沉思时，小妹竟然展示了一张性别转换证明。原来他们是同一群体的成员，小妹也经历了性别转换。阿森之前误将性别转换证当作会员卡，而收银员却记得非常清楚。他好奇阿森是如何转变回来的，自己寻找方法已久，却未果。阿森犹豫不决。作为同群体的成员，本应分享此信息，但担心妻子得知后的风险。看着他沉默不语，小妹感到无奈，觉得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。尽管他已经转换性别多年，但内心始终自认为是纯粹的男性。这种心身不一的状态令他煎熬。他故意穿上女性化的衣服，希望能引诱阿森说出真相，但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既然如此，也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。小妹于是请阿森离开，不再拘留他。阿森在离开前看到桌上的止痛药，回想起小妹曾经帮助自己提供卫生用品，在自己无助时给予援手，他现在独自一人也很是不易。阿森最终决定告诉他转变的方法，性行为可能是触发转变的关键。小妹的第一反应是认为这是胡说八道，将阿森当成一个欲骗小女生的老色鬼。说出这种荒唐的话，无奈之下，阿森只能坦白，这正是他转回来的方式，让他现在都不敢与妻子亲近，害怕再次变成女性。他最害怕的当然是妻子发现他背叛了婚姻。小妹最终相信了他的话。不久之后，
是阿森和小苑的结婚纪念日，他们计划外出共进晚餐。小苑精心装扮，惊艳了阿森，他毫不保留地赞美妻子的美丽，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。但归家一刻，阿森感到了不安。今夜气氛佳，妻子兴致勃勃，似乎无法避免今晚的亲密。那晚，阿森冲动地将妻子压在身下，但在关键时刻突然停止了动作，因为眼前的妻子似乎变成了他女性化的形象。阿森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，排除杂念，可是与妻子的亲密仍然以失败告终。他害怕再次变成女性，小苑误以为他因刚恢复男性而感到不适，并没有强求。次日，他前往药妆店购买叶酸，收银员注意到会员卡上的姓氏，猜测她是阿森的妻子，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。另一方面，雪萍又将阿森想象为他的女性形象。自从那次亲密事件后，他一直在逃避。当阿森提议一起去新餐厅，他毅然拒绝，以免再次陷入感情中。雪萍刻意的疏远让阿森感到郁闷。下班途中，他遇见了收银员，他毫不犹豫地挽住了他的胳膊，坚持要与他发生关系。他们的对话极为私密，阿森只好跟他回家。小妹直接切入正题，告诉他看到小苑买叶酸，表明她在准备怀孕。但阿森因害怕变性，不敢与妻子亲密。他建议他们试一次，如果他没有变性，就无需再害怕与妻子亲热；如果变成女人，那就再找个男人变回来。阿森严肃地拒绝了小妹的荒谬提议，告诉她不要再提这种糟糕的主意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夜晚，他躺在床上，意外地想到了雪萍，这让他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下班时，阿森目睹了一名醉汉对收银员动手动脚，立即介入缓解紧张局势，扶持着醉意浓重的小妹。这一切恰巧落在雪萍的眼中，她默默跟随着他们。看到他们进入了小妹的家中，小妹趁着酒力将阿森压在床上，坚持要与他发生些什么。阿森装作轻松地大笑着，推开小妹，声称要去洗手间。一旦关上门，便露出了不安的神色。阿森在内心不断提醒自己，小妹只是个男人，不该对他抱有其他的感觉。等阿森回来时，小妹已经清醒许多。原来小妹一直假装醉意，只是为了榨取那个醉汉的钱。没想到阿森无意中破坏了计划，得知他攒钱是为了性别重置手术。阿森劝他要深思熟虑，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，性别又有何妨？小妹并没有阿森那样的幸运，得到家人朋友的理解与支持。在高中时因一场足球赛事故变性，同学的嘲笑和辱骂接踵而至。最初女友表现出理解，但很快就转而依偎在其他男生身旁。小妹无奈之下只好提出分手，父母也因她的变性而身患重病，日日以泪洗面，甚至无处安身。小妹只得辍学出来工作谋生。尽管她经历得更加凄苦，但阿森仍然无法背叛妻子，与她发生关系。在文红社中，他偶然看到妻子小苑所著的书籍，意外发现小妹竟是妻子的忠实读者。小妹也未曾想到，她一直敬仰的作家竟是阿森的妻子。她警告阿森绝不可背叛这位偶像，看来他也只得随意找人协助恢复原状了。次日，阿森抵达公司，雪萍拦住了他，说他昨夜见到阿森与一位年轻女子同行。阿森感到些许烦躁，自那事件后，雪萍就未曾主动搭话，如今过了这么久，突然提出质疑，这显然是伴侣间的私语。阿森再次被烦恼缠身，结束工作回到家中，意外发现6岁的侄女不告而别，独自一人跑到这里。因为单身父亲带回新伴侣，孩子难以适应而选择逃离。阿森与小苑陪伴孩子绘画和游戏，并合影留念。照片中流露出一家3口的温馨幸福。孩子的父亲赶到将他接回，夫妇俩整理家务时回顾着合照。阿森感受到小苑对孩子的渴望，尤其是他将合照设为电脑壁纸。阿森感到愧疚，紧紧拥抱小苑，回忆起2人初次见面的场景。那份感觉至今难以忘怀。阿森向小苑深情表白，情感激昂之下，2人激情缠绵，顺利度过一夜，希望能安然入睡。但他的欢愉显然为时过早。小苑目睹丈夫再度变成女性，惊呆了，而阿森对此却似乎毫不意外，宛若早有预料。这时小苑才明白，丈夫变回男性的关键在于性行为，这意味着他已经出轨。阿森试图解释，但小苑拒绝倾听，决定收拾行李离家。内心虽然不舍，但经过深思，小苑难以接受背叛。面对空无一人的居室，阿森感到无比无助。若非这种莫名其妙的异性体质，他和小苑的生活本应美满。阿森的再次变性在公司引起轩然大波，同事们都暗中议论，只有部门经理处变不惊，并告诉同事不要以貌取人。阿森的工作能力得到认可，同事们重新接纳了他的变化。然而迟到的雪萍反应异常剧烈，雪萍故意找个人少的地方拦截阿森，约他午餐共进。阿森对此不屑一顾，记得他之前变回男性时，他总是避开，身份现在转换为女性，雪萍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共餐之约。这种情绪的剧烈反差实在是让人难以适从。他的行为宛如一个任性的女友在生闷气，而这一次阿森却对雪萍的热络表现出了淡漠的态度。与此同时，小苑已经租得一处新居，正在忙碌地安顿她的新生活。就在这时，他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他在电话中向女儿深表歉意。回想起阿森初始变性那段混乱时期，父亲曾出于对女儿幸福的考虑，
希望他能选择离婚。但现在他的想法有了转变，明白了女儿的幸福是最重要的，无论是维持婚姻还是离婚，他都给予女儿全力的支持。尽管父母的思想变得开明，但小苑心中的纠葛却愈发严重。他在思考是否能够原谅阿森所犯下的背叛。工作日的傍晚，下班后的阿森向小苑发送了连串的道歉信息。他怀抱着对他能够回归家庭的渴望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有2个社会青年前来搭讪，他们非常坚持的想请阿森一起去喝酒。在他们面前，阿森保持沉默，神情间流露出愤怒，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身为女性后，在这种情况下感到非常恐惧，甚至不敢反驳那些社会青年的言辞。当他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家中，阿森孤独地开始借酒浇愁，小苑对他的信息视而不见，他感到无比的无助和欲哭无泪。第二天，阿森带着满脸的憔悴走进办公室，没有妻子在侧，他甚至连基本的化妆都不会。公司里的女同事们都是精明能干，她们一眼看穿了阿森没有化妆的真相，心中自然明白夫妻间必有纷争。女同事们在给阿森化妆的同时，还不忘告诫他，背叛家庭是不可饶恕的错，这将会成为伴侣心中永远的创伤，即便是被妻子冷落，也应当积极的去挽回他的心。与此同时，小苑在出租屋里心神不宁，无法专注于写作，他的脑海中充满了阿森背叛的阴影，一切都回溯到那个出差的日子。他的心中突然有了新的想法。此时，阿森又一次发送消息，希望能见面。小苑询问他是否去了公司上班，得知他正处于办公室，小苑匆忙返回家中。他要找的正是雪萍的联系资料，决心要将雪萍召唤出来。他直接地气地向雪萍说明了情况，直接询问阿森是否愿意再次变回以往的男性形象。阿森对我而言，不只是夫君，更像是妹妹或女儿一般，他也是家庭之人，拥有女儿，应当能感同身受我的心情。雪萍似乎陷入了被正式捉奸的窘迫，甚至无法与我直视对话。阿森还是男性时，我们的关系颇佳，但彼此仅是挚友，并无其他情感。然而阿森变性之后，我们竟冲破了界限。他此刻同样感到困惑不已。雪萍表示他理解我，但他应该将这些话告诉阿森，而非我。阿森接到了收银员小妹的电话，他正愁无处诉说心事，于是急忙买酒上门。得知阿森变回男性是为了夫妻生活，小妹难以理解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无法做到同样。原来听闻阿森转变的契机，小妹随便找了个中意的男性，但即便有了性行为，仍未发生变化。显然，转变的契机并非人人适用。看到阿森愁眉苦脸，小妹建议他再找男人试试，便回去便是，毕竟一次与2次无益。阿森不愿再次背叛妻子，但若长久保持女性身份，未来的生活又该怎样继续？小苑找到编辑倾诉心声，得知丈夫的背叛后，哭泣许久。她不仅觉得是对婚姻的背叛，更觉得自己的女儿受到了亵渎。她对异性变化的阿森给予了双重的爱，现在却遭到了背叛，打击自然十分沉重。编辑给了小苑实在的建议，不要逃避，将心中的话告诉阿森。但小苑因害怕失去，一直不敢与阿森正面对抗。编辑提出要介绍人给小苑，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。次日，部长将雪萍与阿森召至一处，任命他们为新项目的负责人。按理说，雪萍曾向我透露过与阿森的事情，部长果然有他的考虑，让人琢磨不透他的深意。小苑晚间赴约见那位介绍之人，见面一刹，惊讶难掩，对方居然是位女装达人，相貌似曾相识，让人好奇。他请小苑称呼他为董先生。董先生以自编笑话开场，逗得小苑开怀大笑。小苑察觉出他对女装的酷爱，却不清楚他的情感倾向。董先生坦言，内心依旧刚强，对女性的钟爱未曾改变，只是在40岁时爱上了女装。这份爱好既新颖又带来冲击。40年生涯，自身喜好竟然如此陌生。听他述说，小苑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。收银小妹邀请阿森共饮。不久，一位名叫九美的女子加入。小妹提及2人曾是同事，但阿森感到九美对小妹非同一般。九美正备考心理咨询师，目的是为了更懂小妹。小妹明白九美的情感，但作为异性恋者，自认不配九美。阿森劝她勇敢些，不必自我压抑，坦诚或许得到九美的接纳。在酒吧内，小苑与董先生交谈融洽，2人同享对香氛的喜爱。董先生甚至承诺赠送香木，于是定下了再次见面的约定。小苑一直藏着收集香水的爱好，只因阿森曾抱怨过他人香水，他便一直未敢使用，甚至连日用品都选无香料。这样的相处方式在夫妇之间似乎显得有些不健康。10日过后，小苑终于平静，与编辑推荐的董先生相谈甚欢，但他未曾知晓，这位董先生正是阿森公司的部长。在这次见面中，部长带来了香木，共谈彼此的爱好，他们宛如多年的故友。小苑坦诚相告，向部长透露丈夫的不忠。人们常言男性天性多情，此刻似乎颇有道理。部长不同意他的看法，认为这种论调过于武断，偏见往往出自缺乏理解，只有对男性一知半解的女性才会轻易接受这种判断。小苑在家反思部长的话语，担心自己的吐槽惹他不快，他将他当作女性朋友倾诉对男性的不满，忘了他尽管爱女装，仍是男性。
这一认识让小院内心不安。阿森戴着口罩去工作，原因是化妆技术尚欠火候，底妆未能均匀涂抹。女同事立刻看出了瑕疵，明确是底妆出了问题。她一边纠正阿森的妆容，一边分享化妆经验。自高中起便研习化妆，虽复杂，却每每带来自我新发现，颇觉有趣。阿森好奇地询问：化妆品众多，是否总是用不尽？同事平静地回答：化妆品对女性而言永无穷尽之时。阿森从对话中获得了灵感，女性的化妆品难以一一用尽，久置还可能生细菌，或许迷你款化妆品就能解决此难题。阿森对此点子津津乐道，与雪萍讨论得热火朝天，部长则愁眉不展，担心自己的话语可能伤及小院。手机收到小院的信息，他期待下一次继续交谈，这让部长终于放心。阿森结束工作归家，意外地遇到父母前来探望，他们得知夫妇二人疑似分居，特来关心。母亲感到对不起小院，认为婚姻是与男性而非女性，儿子如今的状态对小院不公，他建议阿森与小院离婚。有时放手亦是爱的表现，尽管他已变得更像女性，对小院的情感从未改变。在母亲的话语之后，阿森内心感到极度纠结。小院换了新发型，再次与部长见面，部长惊讶地站了起来，赞叹新发型与他格外匹配。他向小院致歉，承认上次的话过于严厉。小院轻笑着表示，若是介意，他就不会再来。两人坦诚相对，恢复了旧日的亲密交谈。部长坦诚自己曾有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由于观念不合，最终于3年前离婚。他渴望有子女，但妻子作为事业女性，并不想要孩子，他的郁结无处宣泄。一次偶然中，他是穿了妻子美丽的裙装，出乎意料地感到释放。那些无法与妻子沟通的苦闷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。但妻子发现他穿女装的情形，厌恶至极，无法接受。二人因此分道扬镳。部长对过去的选择感到后悔，无论是关于孩子还是穿女装的事，如果能早点与妻子沟通，或许能换得理解，而不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。他以自身的教训劝诫小院不要逃避问题，应直接与丈夫沟通，否则终将像他一样悔恨。小院感谢他的深切体会和建议。正在此时，两个年轻人在一旁嘲笑部长的女装打扮。小院担心部长感到不适，立刻大声安慰他。阿森仍在挣扎是否该离婚，偶然走进一家药妆店，找到了店内的小妹。尽管他未言明心事，小妹却察觉他有所困扰，但他也无暇顾及，因为他自己也正处于迷茫之中，犹豫着是否向九美表白。意识到作为异性装扮者的恋爱之路充满艰辛，可能会走上阿森和小院的老路，最终双方都遭受伤害。阿森因无处诉说苦闷，邀请挚友至家中共饮解愁。挚友持正义之见，同情小院的不幸遭遇，原以为夫君将不复生，然复活竟化作女性，这一变故对他的打击已极为沉重。然而小院却展现出乐观态度，迫使阿森适应新的女性身份。他的背叛令家庭破碎，任何一个理智之人都难以承受。挚友亦劝其早日离婚，这不仅是为了小院，也为了他自己。离婚后再寻机会恢复男性身份，回归正常生活。如果不离婚，不放弃这段关系，那他将不得不永远生活在女性角色中。小院拜访编辑，表达感激之情，感谢他将董先生介绍给自己，与他的对话如同老友一般，令人心安。编辑对小院的转变感到高兴，继而引荐了另一位新朋友给他。此人与部长正好相反，生理上是女性，内心却渴望成为男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之处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个体差异，外人无权过多评判。聚会后，小院心潮澎湃，新结识的朋友让他内心世界翻天覆地，甚至连换发型都受到了部长的影响。他过去不善于表达内心，如今却能直言不讳。小院自嘲地说，自己似乎已步入中年妇女的行列。部长察觉阿森心事重重，也注意到他近期未戴婚戒，推测他的婚姻可能遇到了问题，以一位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给出忠告，告诫阿森仅以工作作为麻药，无法根治内心的苦楚。阿森承认妻子的善良过头，以至于他不忍心直接离开这个变成异性的丈夫。即便妻子有能力原谅他的家庭背叛，但我将始终拥有女性的身躯。妻子渴望孩子的希望也无法实现。常言道，宁可忍受短暂之痛，既知将来充满困境，不如早做决断。这也是做对妻子所有付出的感激之情。部长并不同意他的报恩方式，认为对方是独立思考的成人，未经询问就决定离婚，实在过于自作主张。他建议阿森应该与妻子好好沟通。阿森感到一切似乎都为时已晚，妻子似乎不愿意与他见面，更不用说进行对话了。加班后，阿森选择留在公司。雪萍在离开前提醒他早些回家，提醒女性夜晚独行的风险。工作中，阿森因杂念纷扰而提不出好主意，他希望雪萍能留下来共同讨论业务。雪萍显得有些尴尬，认为男女深夜单独相处可能不太妥当。阿森感到头痛，似乎他们无法恢复成往日的挚友关系。第二天和一位女同事聊天，他提到自己突然被结束恋情，毫无征兆。在一起时，不管他怎样说，男友总是赞同，但实际上男友并不喜欢他的安排。阿森突然想到与小院的相处，发现两者情况相似，认识到小院一直在迁就自己，自己一直唠唠叨叨，
但似乎从未真正倾听过小院的心声。这一想法让阿森感到一阵心痛。小院晚上又与部长约了见面，聚精会神的交谈中，一个不小心差点摔倒。这时2名男子走过来搭讪，部长一转身，两人吓得逃之夭夭。小院担心部长不快，急忙安慰道：“外表的选择是个人的自由。”部长早已习以为常，在他人眼中自己就是异类。一位中年男士涂着彩妆，身着裙装在街头漫步，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格格不入。部长感到困惑，想知道小院的包容何来如此之大？难道仅仅是因为朋友之间的关系？小院坦然无隐，分享了丈夫是跨性别者的事实。她尽力去理解丈夫，但她的性别表达让她感到困惑不已。听完小院的经历，再联想到阿森早上的倾诉，部长恍然大悟，原来小院就是阿森的妻子。小院对部长满怀感激，因为她的存在让她更加了解自己，也确信自己对丈夫的爱是坚定的。部长建议她向伴侣表达真实感受，但小院表示自己做不到。她与阿森持相同观点，选择给对方自由。如果丈夫决定与她同在，意味着必须放弃作为男性的身份，这对她来说太不公平。部长能感受到小院的内心斗争，而自己同样心中迷茫。他向雪萍吐露心声，说自己爱上了一个能理解她穿女装的女性，两人相处愉快，但她对丈夫的爱是坚定的。她也意识到真爱不仅仅是占有。那天，阿森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，被邀请参加跨性别者的聚会。阿森试图邀请妹妹同行，但妹妹已有其他安排，阿森只能独自前往。参会者中有老有少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跨性别特质，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。在讨论关于性别转变的契机时，一位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另一位跨性别者采用相同方法却未见效。阿森好奇地问及在性别变换中是否会感到恐惧，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所有人。一位参与者笑着回答：“无论男女，快乐生活才是最要紧的。”妹妹缺席聚会，却有他图。她终于决定向九美表白。九美的心情无比愉悦，感到意外和高兴，因为她竟然主动邀请她出门。而面对着她深深喜欢的人，小妹心中却起伏不定，欲语还休，内心忐忑，担忧自己身为跨性别者的真相会令对方难以接受。在小妹还在犹豫间，九美却率先告白了爱意。看到小妹一脸错愕的模样，她误以为自己的爱表露给对方带来了震惊。九美的内心难掩苦涩，开始担心他们连朋友关系也无法维持了。在另一方面，阿森回到家中，审视着与小院的对话记录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对她的了解似乎并不深刻。他走进书房，拿起小院所著的小说，投入地阅读起来。不仅是小说内容让他感到不解，甚至连小院过去穿过的衣服、背过的包包，阿森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象。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沉思，反省自己似乎从未真正深入了解过小院，也未曾为他付出什么。这样的想法突如其来，阿森冲到客厅，将以前草拟的离婚文件毫不犹豫地撕得粉碎。与此同时，小院在家中浏览着与阿森以及亲戚孩子们的合影，他的内心仍旧渴望看到男性化的阿森，但他知道想要恢复以往的男性身体，意味着必须与男性建立关系。就在这时，一股灵感突然闪现，他思考，如果女性与女性在一起，是否也有可能带来性别的逆转？他在交友网站上细选，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、兴趣爱好相投的女性。随后，他们约定第2天线下见面。而阿森此时正走在通往办公室的路上，偶然间瞥见了小妹钟爱的九美。正当他准备上前打招呼时，却意外地看到九美旁边出现了另一位男士，两人之间的亲密互动让阿森感到困惑。他记得小妹曾说要向九美表白，难道他被拒绝了吗？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那位男士竟是小妹本人。原来小妹原本打算向九美坦白自己的跨性别身份，但担心吓到她，一直未能吐露真言，最终决定以女性的身份与九美交往。小妹原以为自己无法变回男人，却意外地重新获得了男性之身。与九美的一夜之后，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变回了男性。幸运的是，九美的接受度出奇的高，对九美来说，性别的界限并不重要，她纯粹地爱着小妹这个人。阿森听罢，陷入沉思。九美得知小妹的特殊体质后，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她，这让她想起了小院对自己的无条件接受。她意识到自己一直未曾真正珍惜这样的妻子。自结婚以来，她几乎未为她做出过任何努力。小院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性，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兴趣和爱好。随着交流，两人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。小院将她带回了自己的租屋。那位女性似乎对此种流程驾轻就熟，她一进门就提出要洗澡。小院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毕竟他之前从未与女性有过这样的亲密接触。最终，他还是没能放松下来，只好告诉对方下次再约会。阿森则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事业中，他开始调研年轻女性喜爱的化妆品，他的努力工作态度显而易见。雪萍对化妆品的神奇效果感到好奇，这方面部长无疑最有发言权，但若论上妆技巧，女性同事更为熟练。她熟练地为他完成了底妆，主要是为了遮瑕和提亮肤色，最后还给她涂上了唇膏。尽管雪萍自认为没看出大变化，但同事们都说她看起来气色更佳，
显得更年轻，带着这样的妆容去见客户，必定会赢得极高的好感。雪萍开始觉得男性化妆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交礼节，女同事却告诉她不要太过死板，化妆仅仅是个人喜好，与礼节无关。下班后，阿森与挚友倾诉，他曾认为自己的婚姻关系十分稳固，但细想之下，他发现自己只是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，甚至避免触及生孩子这一敏感话题。他意识到，只有在经历异性化后，才开始真正理解妻子的感受。即使如此，他也未曾用心去深入了解小院。阿森自感十分失落，分居经历让他有所领悟，必须加倍努力，否则与小院的关系将不可挽回。他决心以女性身份生活。好友显露出关切，困惑如何平衡自己的男性人生。阿森继续向好友倾诉，今日进行了彩妆色彩的市场调查，却因每个人需求不一而感到困惑。面对他的苦恼，好友提出了明智的建议，不必迎合所有人，而应专注于满足特定对象。这番话启发了阿森，他开始仔细研究小院的眼影盘，注意到某些颜色几近用尽，而其他几乎未动。金色眼影尚未找到合适场合使用，他尝试在自己眼皮上试色，眼影熠熠生辉，感觉整个人都活跃起来，不慎将眼影盘摔落。眼影盘的破损给了他灵感，他计划创造一种可个性化定制的彩妆组合，首创空白彩妆盒，顾客可根据喜好自行组合，将腮红、眼影、遮瑕以及唇膏等填充其中。他向雪萍展示小院的眼影盘，4种颜色中3种接近用尽，一种几乎未被触及。顾客若能自选颜色，便不会有浪费。雪萍不禁赞叹，阿森在彩妆领域已然专家。自从尝试化妆以来，他萌生了新想法，即推出无性别限制的彩妆产品。原本计划赴化妆品柜台市场调研，但作为男性感到难以踏入，这也正是他创造无性别彩妆的初衷，不受他人眼光束缚，不计性别差异。听完后，阿森感到无比兴奋，他们的想法不约而同的契合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组合偏好，这一理念将引领产品风潮，必将市场大获成功。与此同时，阿森的父亲找到了小院，赠予他一枚水晶宝石。这颗宝石不仅珍惜，也富含深意，它的名字巧妙融合了小院和阿森，希望这宝石能让两人修复关系。小院决心与阿森共建和谐生活。回家后，小院重新联系了之前认识的小姐姐，希望能获得一些指导。小姐姐以经验丰富者的身份告知她，真无需刻意练习，这是与性别无关。小姐姐的话使小院豁然开朗，她决定给予阿森新的机会。阿森同时收到了彩妆样品，急切希望听取妻子的意见，只要小院满意，他便心满意足。这正是阿森设计彩妆的原初目的。雪萍看出了他的决心，建议他亲口对小院表达这份心意。正当阿森准备去找小院，小院却主动联系了他。他向阿森分享了许多新鲜事，包括改变了发型和妆容，结识了新朋友，还有他对香水的独特喜好。谈话间，两人不约而同抵达了家门。阿森急切展示彩妆盒子，小院迅速挑选出心仪产品和色彩，并提议下次一同化妆出行。两人坦诚相对，决心维护这段婚姻，性别的界限已不再重要，只要彼此相爱。这一次，小院主动展现了热情。激情过后，阿森感到些许落寞，发现传统角色扮演对他并非万能，但小院已然释然，只要能够携手共进，便是彼此的幸福。生活很快回归常轨，两人的关系更显亲密。阿森的彩妆系列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，小院将他们的爱情故事化作文字，在新书签售会上，部长首次以男性形象呈现在小院眼前。关于孩子的问题，他们决定不以性别为限制进行生育，选择人工受孕作为他们的解决方案。阿森自愿承担起怀孕的责任，以减轻妻子的负担。